今天我要讲中文的笔画，我们至少先把名字写得漂亮，我认为是有必要的。你有没有中文名？快拿纸和笔来试一下怎么写吧。要先观察这个汉字的结构，是左右还是上下。这个字特别适合理解笔画的规则。如果你想写中文，或者了解中文应该怎么写，可以看到最后呀。这个字有2个读音，用法特别简单，只有几个词而已。首先，这个字的第一个发音朝，朝在书面语里用的比较多。太阳书面语就是朝阳，朝阳。今天书面语就是今朝，今朝。第二个发音朝，朝，比如朝代，朝代。中国是个文明古国，过去有很多朝代，过去有很多朝代。唐朝、汉朝，你听说过吗？日常生活里的用法就是动作的方向，比如把你的脸朝里转，把你的脸朝里转，就是说脸向里面转。再比如给别人指路，就会说你过了十字路口朝南走，过了十字路口朝南走。但很多人分不清方向，我们就会说你向左转，向左转，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。向、往、朝这几个字都表示方向。还有他朝我走过来了，他朝我走过来了。他朝我凶了几句，他朝我凶了几句。他朝篮筐跑过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来说中文的书写规则。中文的书写规则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不按照这种规则来写，文字的结构就会看起来很奇怪，不好看的。汉字的基本笔顺规则有这些：先横后竖，先横后竖，先撇后捺，先撇后捺。从小到大，从小到大，从左到右，从左到右。先进后关，先进后关。先中间后两边，先中间后两边。从外到内，从外到内。这些就是基本规则了。那我们来分析，如果要写朝这个字应该怎么写呢？首先你知道了规则，然后要知道怎么来用它。以后你再遇到别的字，比如你的中文名或你朋友的名字，就可以试着写一写。一般是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的顺序来写。第一个规则是先横后竖，先横后竖。所以这个十字是它的第一部分，先写一横，再写一竖。接下来十字的下面是个日字，我们来用先进后关的规则，先写一竖，再写横折，横折，然后把中间这一横写完，最后再把它封上。为什么这个日字要先写这一竖，不先写一横呢？因为横折，横折是个笔画，它是连在一起写的，它并没有破坏规则，就是先写左边，再写右边。接下来下面这个十字也是先写一横，再写一竖。好，左边的部分已经写完了，右边你看右边依然是先写左边，然后写右边，所以我们先写这一撇，然后写横折。你看角落有个勾，它叫横折钩，横折钩也是完整的一笔。紧接着写中间这2横，先写上面的，再写下面的。你有没有中文名？快拿纸和笔来试一下怎么写吧。要先观察这个汉字的结构，是左右还是上下。还有要注意有没有纵向的这种，比如水这个字，
水，要先写中间这一竖，它写完之后，整个字看起来才结构稳定。类似这种中间有一竖的字，常见的还有爱情的情。情这个字，我们一起再来分析一遍。你看，它也是左右结构，右边呢又分为上下结构。还是老规矩，先写左边，再写右边，先写上半部分，再写下半部分。左边这个偏旁叫做竖心旁，竖心旁。有很多字都是这个偏旁，有这个偏旁的字呢，一般和感觉有关，它就叫做竖心旁。你看这个偏旁，它和水字是有区别的。这个偏旁要先写左边，再写右边，所以从这一点开始，先写一点，再写右边这一点，再写一竖。通常来讲，写汉字都是为了结构稳定，所以笔顺非常重要。好，有关笔画的内容，我还想说的是，其实我们写字学习的时候也是经常要练习的，因为汉字的字形和发音不同，我们想要理解一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就必须得认识它。中文的字形有偏旁，看偏旁，再看右侧的字形，就能猜出来这个字读什么，是什么意思。而记忆一个字形，它其实是图形符号，要写出来、画出来，记忆才会深刻，或者说更容易记忆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一些帮助。我认为有一些事情它很难，正因为它难才有趣啊。我下期分享乐这个字，乐是开心的意思，它还有别的读音啊，生活里也是一个常用的多音字。拜拜。